朋友們，超級反轉來了！上一期節目還在探討3i Atlas 在近日點有沒有解體的可能性，沒想到11月11日最新觀測數據又出來了，沒有解體，是的，沒有解體。重要的事情說3遍。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嚴重了，這說明3i Atlas 為外星人造物的幾率陡增。接下來結合11日的最新觀測數據，和大家一起分析分析。2025年11月11日清晨，加那利群島拉帕爾馬島的天空還泛着淡紫色北歐光学望遠鏡的 2.56 米主鏡已對準深空。這台以捕捉遙遠天體細節聞名的設備，此刻正聚焦於一顆讓全球天文學家揪心的星際訪客 3i Atlas。4天前，也就是11月9日，英國天文學會的法蘭克·尼布林與米歇爾·比希納团隊公布的圖像，還讓學界普遍擔憂。這顆拖着100萬公里正向噴流、300萬公里反向長尾的天體，恐怕已在太陽引力場中瀕臨解體，就像1993年被木星潮汐力撕碎的舒梅克列為9號彗星那樣，即將化作宇宙中的煙火碎片。但當 David Jewitt 和 Gen 6团隊將4張處理後的圖像傳回地球時，所有猜測都被推翻了。線性拉伸圖裡，3i Atlas 的核心區域緊緻清晰，沒有絲毫碎片彌散的痕跡。輪廓提取圖中，它的邊緣銳利，與左上角模糊的星系周圍散落的恆星形成鮮明對比。就連最能暴露細微結構的空間濾波圖，在 0.13 萬公里區域內減去同心環中置信號，也只顯示出指向太陽的單一噴流，沒有任何珍珠鏈狀殘骸的跡象。成像區域寬約50萬公里，足夠容納數十個地球，卻連一塊小碎片都未出現。3i Atlas 不僅沒解體，反而以完整的單一天體形態，在近日點過後繼續穿梭。這張看似平靜的觀測圖，卻像一顆投入科學共識的石子，瞬間掀起巨浪。當解體這個唯一能勉強解釋其異常的猜想被推翻，外星人造物的可能性第一次從邊緣假說走到了科學討論的中心。來，接着看北歐光學望遠鏡的圖像，還揭示了更耐人尋味的細節。3i Atlas 周圍輝光的位置角為106正負10度，與115度的向陽方向幾乎重合。這種精準的指向性和7月21日哈勃望遠鏡捕捉到的反緯指向太陽特徵如出一轍。更特別的是，在301正負1度緯置角處，還能看到較弱的不對稱緯跡，恰好接近295度的投影反太陽方向。這種正向對準太陽、反向拖曳緯跡的結構，在已知的天然彗星中從未出現過。要知道，天然彗星的噴流源於表面冰質揮發物升華，受自轉和太陽風的隨機影響，噴流通常呈扇形擴散，或沿着自轉軸方向雜亂分布。別說精準指向太陽，就連穩定的單向噴流都極為罕見。而 3i Atlas 的噴流不僅方向固定，還像被精心校準過一般，始終對着太陽，這更像人類航天器的引力輔助機動。當航天器需要借助引力加速時，會將推進器排氣口對準引力源，如太陽、行星，利用反作用力調整軌道。這位團隊在圖像注釋中隱晦地指出，這種近日點後的運動模式更符合旨在提升速度的航天器行為，而非天然天體的隨機噴流。更關鍵的矛盾隨着未解體的事實浮出水面，變得愈發無法回避，那就是 3i Atlas 的噴流根本無法用天然彗星的揮發機制解釋。早在11月9日，哈佛大學勒布教授就通過噴流數據做過計算。3i Atlas 的噴流物質密度達每立方厘米數百萬個質子質量，流出速度約為每秒 0.4 公里，相當於當地氣體聲速。要維持這樣的噴流1至3個月，每月每100萬平方公里的質量通量需達到50億噸。而噴流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碳，這種物質升華時每克需要600焦耳能量，要在1個月內升華50億噸二氧化碳，就必須吸收3×10的18次方焦耳的能量。按近日點距離計算，太陽每秒每平方米能提供700焦耳能量，這意味着天體需要至少1600平方公里的吸收面積，對應一個直徑23公里的球體。可哈勃望遠鏡7月的觀測數據早已明確，
3i Atlas 的最大直徑僅 5.6 公里，不足理論需求的1/4。如果換成水冰，所需直径更是達到51公里，差距更大。更致命的是，天然彗星的冰质挥发物从不會覆蓋整個表面，通常只佔一小部分，比如哈雷彗星的冰區僅佔表面積的 10% 左右。若按這個比例推算， 3i Atlas 即便把所有表面都覆蓋上乾冰，能量吸收效率也只能達到理論值的 6%， 連噴流需求的零頭都不夠。之前學界還能靠解體後碎片表面積增加勉強自圓其說，比如分裂成16塊等大碎片就能湊夠16倍的表面積。可11月11日的圖像徹底堵死了這條路。5.6 公里的固態核心就是這顆天體的全部，沒有碎片，沒有額外面積，卻要產生遠超自身能力的噴流。勒布教授在最新分析中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，這就像用一盞手電筒燒開一鍋水，能量根本不夠。當噴流的能量需求與實際表面積的矛盾無法解決時， 3i Atlas 的其他異常特徵開始形成疊加的概率困境，使其天然成因的可能性低到近乎消失。勒布教授在更新的論文中算了一筆賬，這顆天體的自然形成概率已不足1億分之一。首先是尺寸悖論， 3i Atlas 的質量達330億噸，是人類發現的第一顆星際天體奧陌陌的100萬倍以上。天文學模型顯示，直徑超過10公里的星際天體進入太陽系的頻率約為每萬年一次，而人類開展系統性星際天體觀測才短短10年。在這麼短的時間裡，遇到如此巨大的星際天體，概率低於 0.0005%。更反常的是它的軌道，作為一顆星際天體，它卻走了一條逆行軌跡，且與黃道面的對齊誤差不足5度。這種精準的軌道配置，自然形成的概率僅 0.2%。兩個低概率事件疊加，天然成因的可能性已接近統計學意義上的不可能。化學信號則提供了更直接的非自然線索。今年8月，智利甚大望遠鏡的光譜分析顯示， 3i Atlas 的噴流中存在四羥基鎳，這種物質此前只在人類的工業生產中出現過，是精煉鎳石的中間產物，從未在任何天然天體，包括彗星、小行星、超新星遺跡中檢測到。更奇怪的是，噴流中只有鎳元素，卻完全沒有鐵元素。要知道，在宇宙中，鎳和鐵幾乎總是成對出現的。超新星爆發產生的金屬中，鐵的含量通常是鎳的10倍以上。3i Atlas 噴流中有鎳無鐵的特徵，完全違背了宇宙元素的自然分布規律。NASA 雖然堅持認為檢測到二氧化碳、水蒸氣等彗星常見氣體，但北歐光學望遠鏡的 R 波段濾光片數據揭穿了這個說法。這些氣體的輻射強度非常弱，且只集中在天體表層，更像一層偽裝。其核心噴流的物質成分和能量來源與天然彗星截然不同，就像給人造衛星裹上一層冰殼，也不能把它變成天然彗星。面對這些無法回避的矛盾， NASA 仍在堅持保守立場。該局官員湯姆斯·塔特勒援引韋伯望遠鏡的數據稱， 3i Atlas 釋放的氣體成分符合彗星特徵，行為模式也在可解釋範圍內。但這種解釋刻意回避了表面積不足、噴流指向性、元素異常等核心問題。正如 Druitt 在圖像說明中諷刺道：“將異常現象掃到地毯下，假裝它們不存在，這不是科學的態度。”事實上， 3i Atlas 的爭議早已超越了單一天體的研究，它更像一面鏡子，照見了天文學界的認知困境。從2017年奧陌陌的雪茄形狀違背小行星的旋轉穩定性，到2019年鮑里索夫的異常加速無法用揮發物解釋，再到如今 3i Atlas 的定向噴流，星際天體的異常似乎成了常態，而現有的理論卻始終跟不上觀測的腳步。當天然假說已經無法自洽時，外星人造物的可能性就不再是天方夜譚，而是必須被嚴肅對待的科學選項。現在，所有目光都聚焦在12月19日。那天 ，3i Atlas 將抵達近地點，與地球的距離縮短到 2.16 天文單位以內，這是人類觀測它的終極窗口。哈勃望遠鏡將調整到最高分辨率，捕捉其核心結構的細節。
韋伯望遠鏡會重點分析噴流的光譜，尋找推進器的特徵信號。國際小行星預警網絡更是提前啟動了專項觀測，改進了定位方法，確保不會錯過任何關鍵細節。如果屆時能觀測到推進器的排氣特徵，或發現人工結構的反光信號，比如金屬表面的鏡面反射，人類將第一次獲得外星技術存在的直接證據。即便觀測結果仍有模糊之處，3I Atlas 也已經完成了它的使命。它提醒我們，在浩瀚宇宙中，人類的認知邊界永遠值得被重新定義，而科學的進步往往始於承認我們不知道，敢於面對不可能。這顆穿越100億年星際空間的信使沒有在近日點解體，反而以完整的姿態向人類拋出了更大的謎題：是天然天體的未知演化模式，還是外星文明的技術造物？12月的觀測窗口或將給出答案。而無論結果如何，3I Atlas 都已在人類探索宇宙的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。它讓我們明白，好奇心永遠比既定理論更重要，而宇宙的奧秘或許就藏在那些反常的細節裡。最後，本頻道由衷呼籲各國政府與科研機構能實時公開3I Atlas 的觀測數據與分析結果，不遮蔽探索過程中的關鍵信息。宇宙真相從不屬於少數人，每一位地球公民都有權利知曉這顆星際信使背後的答案。好了，喜歡影片記得立即訂閱，狠狠按讚哦！